隐婚3年，丈夫却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和我的妹妹官宣订婚。3年前，顾氏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我倾尽资产出手相助。你说这辈子都欠我沈之意，你要用余生来偿还。之意，是我欠你，求你嫁给我吧，我会用余生报答你。若为此事，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之意，现在公司不稳定，委屈你先跟我隐婚，等3年后站稳脚跟，我一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对你的爱。好，短短3年，人就变得面目全非。小姐，当初您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硬生生把顾家从绝境里拉了出来。如今他们站稳了，反倒这样忘恩负义，我这就去找他理论。李婶儿不急，账要一笔一笔慢慢算。顾远辰，你放出这样的消息羞辱我、践踏我，那这场婚姻也没必要了。他和我妹妹订婚了，那我是谁呢？小姐，您别伤心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得养足精神，因为过不了多久，顾彦辰就该回来跟我大战了。沈之意，你到底在胡闹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条动态闹得人尽皆知？我跟微微直接被架在火上烤。我不过是说出事实而已，怎么顾总就破防了？之意，当初也是你亲口答应隐婚，现在你拈酸吃醋，把这事直接捅出去，你考虑过顾氏的脸面吗？我拈酸吃醋，顾总真是大忙人，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结婚第3年纪念日，是当初你口口声声说要公开结婚消息的日子。不过是一个日子而已，你至于斤斤计较，闹得满城风雨吗？我在外奔波打拼，全是为了这个家。你在家做富太太，当家庭主妇，衣食无忧，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家庭主妇，当初是你跪在我面前求我做这个家庭主妇的。更何况这3年来，是我这个家庭主妇无数次深夜给他出谋划策，帮他把故事做大。如今功成名就，他反倒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那又怎样？结婚3年，你这个家庭主妇还不是连一儿半女都没给顾家生，让我丢尽了脸面。都1年了，肚子还没动静，你该不会有什么毛病，生不出孩子吧？妈，是燕晨他有弱鸡。妈，你别为难之意，之意不能生，我们就永远不要孩子。当初发现顾燕晨有弱精病，我因为他一句维护而感动不已，隐瞒了真相，没想到这却成为他羞辱我的理由。我是顾家独子，传宗接代是我的义务。实话告诉你，微微已经怀了我的孩子，大不了等孩子生下来给你养，叫你一声妈。顾燕晨，你简直让人作呕！你疯了，竟然敢打我！我真是太久没脾气，让你们以为我软弱可欺。我牺牲事业，隐姓埋名陪你3年，换来你出轨，还找来了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恶心我。既然你不在乎这桩婚姻，那我们离婚。不可能，沈之意，胡闹也要有个限度。欲擒故纵的好戏我见多了。好了，网上的新闻我会出面澄清，你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离婚的事，我当你没说过。顾彦成，既然你不知好歹，那就休怪我不念旧情。顾氏总裁身患隐疾，难以生育，外面小三却怀了身孕，这场好戏很快就会人尽皆知。燕晨，这件事儿你确实有错，之意要离婚也情有可原。爸，我不能离，离了婚顾氏的股价就完了，而且之意手里还有顾氏的股份。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和陈哥走太近。微微，你说什么傻话？不是你的错，是沈之意太不懂事。行了，爸心里有数。爸，您的意思是？我已经让公关部发了声明，至于之意，他任性不懂事，该受点教训。顾氏集团总裁顾彦辰与林薇薇小姐情投意合，林薇薇小姐乃是沈氏集团大小姐，二人从大学相恋至今，感情深厚。网传不实信息均为他人恶意炒作，沈氏将对造谣者依法追责，坚决维护。亲生父亲为了一个私生女，连亲女儿都不认了。好，真好。既然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帮我查林薇薇这3个月的所有行程，尤其是医院记录。我倒要看看顾彦辰一个无精病，到底是怎么让她怀上孩子的。姐姐，好巧啊！让开。
姐姐别这么冷漠嘛。爸爸说了，我才是沈家唯一的大小姐，陈哥的未婚妻也只会是我。姐姐，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从小到大什么都有，连陈哥最初也是你的，不过现在都是我的了。林薇薇，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和顾燕晨没有孩子吗？当然是因为你。是因为他有无精症。那你说，你肚子里那个是谁的主人？当然是陈哥的。你确定吗？林薇薇，你以为自己藏得很好？这3个月你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我一清二楚。你那肚子里的孩子，恐怕连你自己都搞不清父亲是谁。你最好祈祷顾燕晨永远别知道真相。别着急，事情还没完呢。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不是沈家大小姐，沈家只认私生女，那沈氏就跟老娘没关系了。代承了7年的20%的股份，是不是该还回来？再来说说顾总和林薇薇感天动地的爱情。3年前顾氏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是顾家哭着喊着上门求我用沈家5%的股份，从沈宏远手里换了3个亿借给顾氏，并且15亿注资，帮顾家熬过危机。如今顾氏缓过来了，就想踹开我手里握着顾氏10%的股份，抛售有意详谈。天哪，原来沈之毅才是大股东，顾氏靠女人起家，还出轨，富氏集团转发了。顾燕晨，你不肯离，我就让你求着我离。沈之毅算有手段。30个亿，30个亿啊，就这么没了！伯母，不能让他这么闹下去，得让他赶紧签字离婚，消停下来。离婚？现在离婚，顾家的钱全得让他拿走，绝对不能离婚。可他要是不离，继续闹下去，损失更大。伯母，我们得想个办法。当然要想，我这就去找那个疯子。沈之毅呢？让他给我滚出来！这是我家，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抛售顾家股份的？顾家还轮不到你做主。我是顾氏股东，依法处置自己的资产，有问题吗？当年贾欣欣帮我们，原来是在给自己铺路。当年你们跪着求我出15个亿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婚后3年，你们顾家把我当什么？提款机还是生育工具？你胡说！我胡说。你儿子和林薇薇开房的照片，要不要我发给你看看？薇薇比你强1万倍，你这种人，怪不得你爸喜欢薇薇，不喜欢你。我不需要任何人要我，倒是你，再不走，我就让人丢你出去。动手，你试试。滚！是谁？到底是谁的？要是让陈哥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我就完了。进来。反了，真是反了！那个不下蛋的母鸡，居然敢跟我动手！燕晨，你必须给我狠狠的收拾他，让他知道厉害！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收拾他，而是他手里的东西能直接要了顾氏的命，就任由他骑在我们头上。不能硬来，让我想想。伯母，我有个主意。沈之毅最在乎他妈的遗物，现在都在我爸手里，只要让我爸拿遗物要挟他，你爸肯吗？我爸巴不得沈之毅赶紧低头，好保住沈氏的股价。沈之毅，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你还知道回来？顾氏股价跌了40%，你满意了？满意？还早。我要让你和你背后的顾家，把吃进去的每一分钱都吐出来。你就是个疯子！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闹，毁的是2家？毁了2家的不是我，是你。出轨的是你，纵容林薇薇羞辱我的是你，让你妈上门打人的还是你。现在你反过来怪我，你滚出去！这是我的房子，我不想再看到你。之毅，什么事？是我，
之意，我们父女之间非要闹成这样吗？父女，你不是发了声明，说沈家只有林薇薇一个女儿？那只是权宜之计，你知道的。董事会那边有话直说。妈走之前留了一箱子东西，说等你结婚后交给你，我一直替你收着。你想要的话，我们明天见面谈谈。收着，藏了这么久才告诉我。之前你年纪小，怕你看了伤心。我会去的。虚伪，私生女都带回家了，还装什么慈父？之意，爸爸知道你这段时间受委屈了，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好好谈谈。有话直说。你妈妈的遗物，你不是一直想要吗？我可以给你。条件呢？澄清你发的帖子，还有公开向薇薇和顾家道个歉。之意，之意，你毕竟是我女儿，只要你听话，遗物给你，你还是沈家的大小姐。我不要了。什么？我说我不要了。那可是你妈妈的遗物，是她留给你的唯一念想。一箱破烂就想拿捏我一辈子？你沈宏远，活人不能被死物困住。我妈要是知道你用她的遗物威胁我，估计能从棺材里爬出来撕了你。沈之意，你放肆！我放肆？沈家如今的一切是怎么来的？用我告诉你。当年你入赘沈家，改姓沈，靠着我妈的钱和资源才爬到今天。你住的房子、开的车、坐的位置，哪一样不是我妈的？现在你拿她的遗物来要挟她的女儿，你还要脸吗？从你发声明承认林薇薇是沈家大小姐的那一刻起，你就不再是我父亲。以后别来找我了，恶心！你宏远，喝口茶消消气儿。让开！都是你干的好事儿。爸，我又怎么了？要不是你勾引顾彦辰，沈之意怎么会跟家里翻脸？你知不知道，沈之意手里有沈氏20%的股份，我们只是代持。他要是真铁了心跟我们打官司，整个公司都得易主，我这些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我沈宏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爸，沈宏远，你疯了！明天你去给沈之意道歉，跪着求他原谅，否则你们母女俩从沈家滚出去！陈哥，听说你手撕亲爹了，干得漂亮！那是我的酒，你的就是我的。怎么，离婚协议要不要？不要我拿去当厕纸。你连他家暴的虚假陈述都写进去了，精神家暴也是家暴。头发长了，该剪了。等你离完婚，陪我去。之意，我们谈谈。谈什么？离婚协议吗？薇薇想跟你道歉。她怎么不自己来？她怕你，而且她现在怀孕了，受不得惊吓。怕我？她抢我丈夫的时候怎么不怕？顾彦辰，既然你那么担心林薇薇，早点把协议签了不好？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薇薇？放过她，可以。离婚？除了这个，那就拿钱来，1个亿。你疯了？概不还价，少1分免谈。我没有那么多现金。那是你的事儿，3天之内到账，否则我让林薇薇身败名裂。对，就这个角度，把姐姐拍的美一点。沈之意，你闹够了没有？你看看你，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婚内出轨、吃软饭，还带着小三招摇过市的顾总？怎么，你自己一身烂账，还敢来管别人穿什么衣服？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夫妻？你不是早就在外头养了个小家吗？怎么，许你顾彦成左拥右抱，就不许我们之意有几个异性朋友？你这双标玩的挺溜啊，是跟这位林小姐学的吗？星河，别这么说，顾总不是来管我的，他是来送钱的，对吧，顾总？
那1个亿就当是给我今晚的酒水钱了。顾总，谢谢您请客啊！来，我们敬您一杯，祝您和这位小姐天长地久，锁死一辈子。锁死！你什么你？抢别人老公还有脸来这儿哭？你们算什么东西？滚开！该滚的是你啊，脏东西！行了，别跟垃圾一般见识。继续。你不知廉耻！我不知廉耻，那你出轨的时候廉耻在哪？跟林薇薇开房的时候廉耻在哪？让你妈打我羞辱我的时候廉耻又在哪？顾彦辰，你配跟我谈廉耻？陈哥，别吵了，都是我的错，姐姐你别怪陈哥。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别叫我姐姐，恶心。微微好心跟你道歉，你怎么这么恶毒？好心？他抢我老公的时候怎么不好心？现在装什么白莲花？沈之意，我警告你！警告我？你配吗？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婚内出轨的渣男，打你都嫌脏我的手。沈之意，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闹顾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顾家的脸不是早就被你丢光了吗？姐姐说得好，这种男人不离，留着过年吗？离婚协议书签了。你早就准备好了。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不要迟到，不然我不敢保证顾家的股价还剩多少。毕竟你出轨的证据还在我手里。好，你狠，离就离。之意，你还好吗？好的很。来，接着奏乐，接着舞。顾彦辰，离婚当天我定送你一场大礼。明天民政局真打算去？万一顾彦辰反悔？放心，我留了后手，不管他签不签字，明天都会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你还准备了什么？你看看这个。林薇薇去产检了？你什么时候知道顾彦辰出轨之后，我还有他 B 超单的照片。关键是当年结婚时，婚检报告显示顾彦辰有抑郁症，所以孩子不是顾彦辰的。当然不是，不过明天全网都会知道林薇薇怀了顾家的种，然后等孩子生下来，我再把婚检报告放出去。相信这场戏一定非常好看，全网推送，半小时内我要看到热搜。那个贱人居然敢打你，这婚必须离，离了他，我们顾家照样赚。妈，别说了。陈哥，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可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薇薇，我不是那个意思。彦辰，如果离婚，那撤资15亿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沈之意手里的证据，如果真的提交法院，顾氏就完了。爸，我不是在跟你商量，顾家的基业不能毁在你手里。你要是处理不好，董事会上我会第一个提议罢免你。喂，什么？林薇薇怀孕的事上热搜了？沈之意，你是不是疯了？你把薇薇怀孕的事发到网上，你安个什么心？你把薇薇怀孕的事发到网上，你安个什么心？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顾家有后了，你不应该感谢我吗？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立刻把帖子删了，发声明说是你造谣，否则我让你在这待不下去。顾太太，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威胁我？作为沈女士的代理律师，我提醒你，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骚扰。你想让我删帖可以，让顾彦辰签字离婚，否则热搜会越来越多，你们顾家的股价会越来越低。还有那15亿注资，我的律师已经准备好了起诉材料，你们自己掂量。顾彦辰那边怎么说？他不接电话，也不回消息，看来是不想离。那怎么办？他不愿意，我就逼到他愿意为止。喂，公安局吗？我要报案。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被骗钱骗婚了。女士，您慢慢说。我丈夫他婚前骗了我3个亿，还用假财务报标骗我注资15亿，说公司即将盈利，实际上当时已经资不负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15亿！女士，您这边请，到休息室慢慢说，我们领导马上就过来。这是给顾氏注资15个亿的转账记录，这是3个亿的借条，有顾彦辰的签名和顾家的公章，还有他的婚内出轨证据。
沈小姐，你放心，这种性质恶劣的诈骗案件，我们警方一定会高度重视，证据非常齐全，我们立刻立案调查。谢谢领导，谢谢警察同志。沈之意，你闹够了没有？立刻跟我走，撤销报案。现在知道来了，早干什么去？你给我走！警察同志，就是他骗我15亿注资的人，把他扣下！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是顾氏集团的总裁，你涉嫌巨额诈骗，依法拘留。那个贱人居然真敢报警！晨儿，别怕，妈花了大价钱才把你保出来。保释金是公司的钱，燕晨，这是最后一次，董事会的压力我替你扛了，但如果你再惹出什么事，我也保不了你。沈之意，我要让他付出代价。顾总，保释期间不能离开本市，而且警方还在调查，您千万别再惹事儿了。谁？是谁？怎么了？慌成这样？妈，夜场的监控被人买走了，我完了。什么监控啊？就是我和别人喝酒搂抱的视频。妈，要是陈哥看到，他不会娶我的。别哭了，买走监控的人无非是想敲诈。既然到了这一步，逼沈之意离婚，只要你和顾燕珍结了婚，生米煮成熟饭，那些监控算什么？可是燕晨不肯离呀。给沈之意下药，让他和别的男人。这要是被发现，不会被发现。只要拍下他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的照片，顾燕晨肯定受不了。到时候他俩签字离婚，会顺理成章嫁进顾家。好，我听妈的。之意，林薇薇夜场的监控已经买走了，按你的吩咐，提前一步。很好，林薇薇现在应该已经慌得六神无主。你猜她会怎么做？以林雪的性子，她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想办法逼我离婚，好让她的宝贝女儿嫁进顾家。手段嘛，无非是下药、陷害、拍照片这些下三滥的招数。那你打算怎么办？将计就计。之意啊，阿姨敬你一杯。以前的事儿都是阿姨不对，李大人大量，别计较。这酒挺香的，这是阿姨特意为你开的。小周，顾燕晨在哪个包厢808，他今晚招待客户，喝了不少，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把这个加到他的醒酒汤里，剂量按我之前交代的。徐律师，这……放心，死不了人，只是让他今晚睡得更沉一点。事成之后尾款打你账上。真的没事吧？放心。李女士您好，顾远晨先生在808包厢，他说有急事，请您过去一趟。之夜，你怎么确定林雪一定会进去？因为她比林薇薇更想攀上顾家。林薇薇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保住顾太太的位置，林雪心里清楚得很。她这是在给自己上双重保险，还不够，药效加倍。她今晚之后，怕是要落下病根了。你是说不举？她本来就不能生育，现在连男人的尊严都保不住。你怎么在这儿？你还有脸问？你昨晚跟我做了什么？顾总，昨晚过得开心吗？顾总，昨晚过得开心吗？沈之意，是你害我！害你？我不过是让你们自食其果。现在我们谈谈离婚的事。你休想！离婚，否则全网见。亲，你满意了吧？满意，这才刚开始。送你一份离婚礼物，回去慢慢看。这是什么？
是你最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亲热的场景。顾总，我觉得你最好去做个亲子鉴定。3天之内，我要知道林薇薇的所有底细。我妈一没心脏病史，二没不良嗜好，怎么会死于心源性猝死？之意，你让我查的资料查到了，你妈在去世前1个月，股份突然就转到了沈宏远名下，这时间卡得太巧。我也觉得，所以我约了你妈当年的主治医师。他说了什么？他说阿姨去世的前一天，沈宏远单独在病房停留了40分钟，而且出来时神色慌张。我妈的死有蹊跷。给我查！顾总，查到了，林薇薇在怀孕前后频繁出入3家夜店，跟至少4个男人发生过关系。还有一件事，您让我查沈之一最近的动向。我们发现他上周雇了一个私家侦探，在查7年前的旧档案。什么旧档案？他母亲当年的住院记录、用药清单、死亡证明。那个侦探还联系过当年的主治医生。最近外面开始有传言，说当年沈太太的死跟沈宏远有关。什么意思？传闻说沈宏远为了独占沈家财产，在沈太太的药里动了手脚。帮我约见沈宏远。燕晨啊，听说你离婚了，别灰心，男人嘛，天涯何处无芳草。沈叔，我找你不是聊这个的。听说当年沈夫人的死是意外。燕晨，你从哪儿听的这些谣言？之意他妈是病故的。沈叔，你别紧张，沈夫人是怎么死的我并不在意，可如果被沈之意查到，你想怎么样？我要拿回顾氏的股份，而你需要保全自己的名声。我们联手让沈之意消失。之意，顾彦成和沈宏远见面了，谈了40分钟，出来的时候两人脸色都不好看，他们肯定在商量怎么对付我。一个想拿回股份，一个想保住名声，联手是必然的。你不担心？担心什么？我等的就是他们联手，两个人绑在一起才好一网打尽。清河，帮我约富氏集团的人，顾氏的股份我要变现，沈宏远的那些烂账也得用更大的资源来查。傅斯年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好，还有件事，顾彦辰已经查到林薇薇私生活混乱，估计准备去做亲子鉴定。好戏要开场了。沈总，调查显示林小姐肚子里的孩子确实不是顾彦辰的。这里是顾彦辰3年前的婚检报告复印件，上面明确诊断先天性无精症。先天性无精症，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把薇薇叫进来。好，顾彦辰不能生，那这个孩子就不是顾家的主。顾家一旦知道，必然会抛弃薇薇，我的计划就全毁了。这个孩子必须是顾家的。给我约李院长，告诉他有件事需要他亲自办。爸，您找我？坐吧。今天叫你过来是告诉你一件事儿，让你心里有底。顾彦辰不是要带你去做亲子鉴定吗？我已经安排好了。从现在起，你肚子里的孩子在法律上、在医学上就是顾家的血脉。谢谢爸。李女士，手术马上开始了，您确定要做吗？坐，为了让陈哥安心，这点风险不算什么。陈哥，做完鉴定，一切就都清楚了。我对得起你，也对得起顾家。我知道，我只是想万无一失。爸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沈之一，你想拿孩子的事搞我？做梦！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别紧张，我来送个好消息。顾彦辰带林薇薇去做亲子鉴定。晨儿去做亲子鉴定怎么了？那是对孩子负责。负责？问题是，他能不能有孩子还不一定呢。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顾彦辰会断子绝孙。你诅咒我儿子！你这个贱人！诅咒？我说的是事实。你以为我为什么3年没怀孕？问题不在我，在你儿子。不可能！薇薇都怀孕了。林薇薇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你就知道。你顾家不仅绝后，
还要替别人养野种。够了，滚出去！对了，我已经准备正式起诉沈宏远，追回我妈留给我的20%沈氏股份，还有你们顾家的欠款。法院见。爸妈，怎么了？沈之意刚过来说有不育症的是你，你查过吗？爸，我好得很，微微都怀孕了，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我身体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沈之意，3年了，她一直怀不上，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我是说，你有没有做过全面检查？万一他手里真有什么东西？没有万一，孩子快出生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之意，你母亲当年的遗嘱公证记录完整，沈氏20%股份明确由你继承。沈宏远代持7年，法律上已构成侵占，这些材料足够启动诉讼程序了。另外，你妈当年的主治医生我约上了，他同意通过视频连线和你谈谈。什么时候可以见？明天下午。另外，我还查到一条线索，当年照顾你妈的护士长叫刘敏，她在你妈去世后就调离了那家医院。找到她，她可能知道我妈最后那晚发生了什么。傅氏集团今晚慈善酒会，沈宏远会去。傅4年的助理说，傅总想见你，你露个面。沈之意小姐，他怎么会来？哟，沈大小姐，滚开！听说沈大小姐离婚了，也不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沈小姐要是缺人疼，我不介意。我的人，轮得到你疼吗？我的人，轮得到你疼？傅总，我们跟沈小姐开玩笑呢。好笑吗？冒犯了。多谢傅先生，傅先生刚才也是好意。不过“我的人”这3个字，傅先生说的是不是太顺口了？我们似乎并不熟。15年前，傅家老宅门口有个小男孩蹲在台阶上哭，一个女孩过来给了他一块巧克力。你哭了？是被欺负了吗？没有，风吹的。哭不丢人，我妈妈说的，哭完就想办法把东西拿回来。好苦，苦也要吃完，吃完了就不许哭了。以后我们一起把该拿的东西拿回来。你是那天那个男孩？宴会结束后，外面凉亭见，送你份见面礼，关于沈宏远的。他怎么和傅4年认识？傅家，如果傅家插手，我的事就瞒不住了。门口远处黑色车辆。3个小时前，我的人拍到你父亲找人调换了林薇薇的羊水样，确保亲子鉴定结果是顾彦辰。傅总，说个条件，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还没想好，想到后再告诉你。那先多谢傅先生了。这个铁证你打算什么时候用？等他们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我再把真相甩在他们面前。我就知道是我的，那些照片都是过去式。薇薇怀的是我的孩子，孩子是我的。真是陈儿的，我就说薇薇这孩子看着就本分，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儿？沈之一那个贱人肯定是想挑拨离间。陈哥，别哭了，对孩子不好。既然鉴定结果如此，那薇薇就回来住吧。之前的事儿翻篇了。鉴定都说了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还是不安？来了，坐。傅先生，U盘里的内容我看完了，东西很有用，但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们之前应该并不认识，就因为我小时候给了你一块巧克力。不，因为那天你说的另一句话。什么话？你说，总有一天你会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部拿回来。我一直在等那一天。那块巧克力什么味道的？黑巧，苦的。好，等我把东西全部拿回来，我再请你吃巧克力，甜的。真好看，薇薇穿什么都好看。，亲家妈过奖了。
林女士，调换羊水样本的事儿可能已经暴露。什么意思？有人比我们先一步拿到了监控，交易那天的画面可能被拍到了。微微，怎么了？没事，朋友发消息问我婚期呢。如果这些落到沈之一手里，顾太太的位置全完了。微微，你今天在婚纱店怎么魂不守舍的？妈，出事了！刚才医生发消息说有人调过监控，交易那天的画面可能在别人手里。慌什么？拍到了又怎样？只要婚礼办了，你就是名正言顺的顾太太。对，只要婚礼办完，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妈，我跟你说，现在顾家上下都捧着我，等孩子生下来，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顾家少奶奶。沈之意那个弃妇，拿什么跟我比？微微真有本事，那个沈之意离婚了还霸着顾家股份不放，真不要脸。清河，你有没有闻到这里一股骚味？闻到了，像是谁家的狐狸精跑出来。这狐狸精还挺得意，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现真形了。沈之意，你怎么在这儿？离了婚的女人还有心思做美容？至少我干干净净，不像有些人肚子里揣着野种，硬说是顾家的。沈之意，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家微微马上要结婚了，你别想搞破坏。我没那个闲心，我只是好奇，那个医生的账户被查了，你知道吗？交易视频、通话记录、转账记录全在我手里。你猜我会什么时候给顾燕晨看？各位顾客，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干什么？林薇薇小姐口口声声和顾总情比金坚，马上就要结婚，可她的母亲林雪女士上周却和顾总在包厢独处整夜，连自己的女儿都瞒着。妈，她说的是真的。微微，你别听她胡说。那天晚上的照片，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女儿看看？林薇薇，你妈为了让你嫁进顾家，可真是连脸面都不顾了。这份母爱，真是感天动地。你怎么能背着我干这种事？不能在这里了，不能让别人看笑话。顾太太的位置，我必须保住。至于妈，等婚礼结束再说。微微，别听她挑拨离间，我们走。陈哥，还在想白风的事？别看了，那些人就是嫉妒我们。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股东会的事儿，出去。陈哥，我说出去。不可能，不可能！美容院的视频全网播放量破亿了，林薇薇母女成了过街老鼠。顾燕晨今晚估计睡不着觉了，这只是开胃菜。对了，清河，我前婆婆最近和沈宏远走得近，你有没有安排人盯着？盯着呢。她最近3次出入沈宏远的私人会所，每次都鬼鬼祟祟的。我放了个录音笔在那边，不过还没录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他们俩凑在一起，不可能只是喝茶聊天。顾燕晨现在应该已经发现自己不举要去医院做全面检查了吧？婚检报告还没放出去，不急，等他亲自从医生嘴里听到诊断结果，那才叫痛。我说了，我要让他从天堂掉到地狱。顾先生，从检查结果来看，您体内的药物残留浓度非常高，是一种强效神经抑制剂，通常用于让大型动物镇静。能治吗？坦率地说，恢复的可能性不足5%。血液中的药物半衰期很短，已经代谢的差不多了。能检测到残留，说明剂量极大，下药的时间应该在半个月左右。半个月前，酒店那晚，沈之意，小姐，没事，你先下去。是你那天酒店的酒，是你动的手脚。顾总，说话要讲证据。什么酒店，什么酒？别装了！我体内的药物残留就是那天晚上的。你让人给我下药，让我……让你什么？说啊！
你让我不举。你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把药加倍放进林雪的酒里，你哪有机会和你未来岳母共度春宵？我杀了你！动他，你问过我了吗？陆思年，你怎么在这里？你放开我，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知意早有预料，让我在他家门口安排了人，24小时保护。你以为你能随便闯进来？你这个毒妇！我是毒妇，你是什么？你骗我3个亿的时候，和林薇薇搞在一起的时候，和你那个好岳母谋划着给我下药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傅先生，放开他吧。我今天心情好，不打你了。不过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什么礼物？傅先生，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说。傅氏旗下的传媒公司帮我发一条新闻，标题就叫“顾氏总裁顾燕晨罹患隐疾，求医无门”。荣幸之至。沈之意，你不得好死！我好不好死不知道，但你顾燕晨不举这件事，全天下马上就要知道了。顾总，需要我送你吗？门口的保镖很乐意带我。你，老顾，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接电话呀！是沈之意。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诽谤。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找沈之意，是稳住董事会。明天开盘，顾氏股价会跌成什么样？你想过吗？有什么证据？除了他还有谁？他恨陈儿，恨我们顾家，他就是想让陈儿断子绝孙。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你儿子被人害成了废人，沈之意，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你去找他之前，最好先想清楚，他手里握着顾氏假报表的证据。你再闹一次，不光你儿子要坐牢，整个顾家都得完。这一次，你给我老实待着。观众朋友们，我现在他妈都在图书馆了。我现在的位置是顾氏集团总部大楼。受顾燕晨个人绯闻影响，顾氏股价开盘3分钟即触发熔断，市值蒸发超40亿。熔断了，开盘3分钟。意料之中，接下来顾燕晨的位置估计该坐不稳。老顾，你儿子人呢？燕晨身体不适。不是，全网都知道他不是了。我提议立即召开临时董事会，罢免顾燕晨 CEO 职务。傅毅，顾氏不能毁在一个废人手里。傅毅，投票吧。出席董事13人，赞成罢免13票，反对0票。顾燕晨先生即日起不再担任顾氏集团 CEO。30年的基业毁在一个女人手里。如你所料，顾氏董事会全票通过罢免，顾燕晨的 CEO 位置没了。还不够，他身败名裂，失去职位，股价崩盘，你还想要什么？我要他手里的股份，你要做顾氏第1大股东。不，我要做顾氏的实际控制人。顾燕晨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等他的公寓被记者堵得水泄不通，等债主不给上门催款，他会卖股份的。你确定？我了解他，他最怕的不是穷，是丢脸。现在全网都知道他不行了，他连门都不敢出。这种时候，只要有人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体面的消失，他会跪着签字的。所以下一步，等他撑不住的那一天。对了，傅思绵那边股份收购的事谈得怎么样？傅总回话了，他说价格你定，这么大方，这是他预付的巧克力钱。女士，请问您找谁？滚开！老板，顾家的人来了，要不要拦？先别动，看他想干什么，保护沈小姐安全，必要时直接动手。沈之夜，你给我出来！顾太太，大中午的扰民不太好吧？第3次了，你不累，我都累了。你这个丧门星，
害我儿子身败名裂，我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你儿子不行，关前妻什么事啊？你们懂什么？他就是为了报复，为了抢顾家的股份，给我砸，把他的家给我砸了。动一下试试。你们是谁？富氏集团安保部，沈小姐是副总的贵客，顾太太，你最好带着你的人离开，否则……富氏集团那可惹不起。顾太太，我说过了，别再来找事了。下一次我不会再客气。你和傅斯年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吗？我在沈宏远的会所录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你想听吗？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得想个办法。沈之毅手里握着顾家的股份和借条，他不给我们活路，我就让他去死。这是要杀人呐！豪门真乱，这段录音发网上去，肯定火爆全网。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合成的。顾太太，需要我把原件送到声纹鉴定机构出个报告给你看吗？是你设局害我。设局？顾太太，这录音可是你亲口说的，怎么敢说不敢认？开车，快开车！这段录音如果交给警方，他跑不掉的。不过内容主要是针对沈宏远，顾母是从犯，不急，沈宏远才是主谋。这段录音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足够让他在法庭上无话可说。顾家现在内忧外患，顾远山估计撑不了多久。我要的从来不只是顾家完蛋，我还要沈宏远为我妈偿命。沈宏远已联系境外账户，准备转移资产。想跑，来不及了。发新闻：顾家顾远山疑似病危，目前情况不明。顾远山脑溢血，刚送进 ICU， 医院那边的人说情况不乐观 ，CT 显示大面积出血，就算救回来，大概率也是偏瘫。顾远山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顾氏的体面。30年前他白手起家，靠的是信誉和口碑。现在体面没了，儿子废了，股价崩了，银行开始催贷，他撑不住也正常。顾家现在乱成一锅粥，顾彦辰躲在酒店里，电话关机，谁都不见。顾母在 ICU 门口哭天抢地，记者把医院走廊都堵了。顾母现在顾不上他，但林薇薇这个人没有退路的时候，反而会咬得更紧。那个孩子是他唯一的宠物，他很快会自己跳出来。这是法院传票。沈氏20%股份追回案10天后开庭，比原定时间提前了2天。法院那边说证据材料充分，可以加急排期。7年，我妈走的那天晚上，沈宏远站在医院走廊里跟我说妈妈是心源性猝死。当时他脸上有泪痕，我以为他是为我妈哭，现在才知道他是怕事情败露。该还的一样都跑不掉。之毅，刘敏找到了当年照顾你母亲的护士长，她愿意作证。明天一早我去见她。刘敏老师，我是许清河，电话改约好的。你是沈太太的女儿，你长得真像你妈妈。刘姨，我母亲走的时候是您在旁边吗？进来吧。坐吧。7年了，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来找我。请您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快退休了，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这个时间，那天不是我当班，但半夜被叫去帮忙。我到的时候，沈太太已经……事后我查了用药记录，那天晚上给她注射的镇静剂不是她平时用的那种。谁开的药？沈宏远的私人医生周建国。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偷偷复印了值班表和用药记录。刘姨，谢谢你，这些证据会帮我母亲讨回公道。我妈早就知道自己会有不测。刘敏那边的手续都办完了，法院已经确认她作为关键证人出庭，排班表和用药记录的复印件也已提交证据清单。我妈走之前1周写的，她一定是发现了沈宏远在转移资产，或者发现了什么别的。她没来得及告诉我。字条提到的外公的律师，我查过了，你外公当年委托的是君和律所的张律师，已经退休多年。
周建国有消息，我的人查到了周建国的下落。他7年前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我派人接触过他，一开始否认，后来看到我们手里的证据，松口。他同意录制证词视频，作为污点证人出庭。条件呢？从轻处理。他强调自己只是开药的人，真正动手的不是他。他说那晚他根本不在医院，药是沈宏远的人来取的。只要他愿意指证沈宏远，我可以不追究他的刑责。已经安排好了，多伦多那边明天上午录制证词视频，后天就能拿到完整的视频材料。现在证据链基本完整，主治医生的证词、护士长的值班记录和用药记录、周建国的证词视频、沈宏远与周建国的通话记录，够判他无期。我妈走的那天晚上，沈宏远在医院待了很久。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妈妈是心源性猝死，那年我才17岁。他在看我哭的时候，心里一定在笑吧。结案后，我要让他跪在我妈灵前，亲口承认自己做了什么。沈宏远那边有动作了。什么动作？他在找律师，不止一个，刑事律师、财经律师同时接触，还联系了几个老关系，试图调集现金。想跑？想保命。他知道开庭日期提前了，让他找，他找的律师越多，说明他心里越虚。之夜，你看这个，我说过他会自己跳出来。他公公躺 ICU， 他发这个是真的蠢还是真的不在乎？不是蠢，是急。顾家现在没有主心骨，他想趁机把自己塑造成顾家唯一清醒人。不过看来塑造的不是很成功啊，已经翻车了，热搜正在路上。顾家内讧的戏让他们自己唱，我们专注沈宏远。还有5天。顾家现在需要正面形象，我得让外面知道，顾家还有我。不管外面风雨多大，我都会守护好我们的家。宝宝刚才踢我了，一定是给爷爷加油打气。你又闹什么？皇上，那些人，他们骂我，你让陈哥告他们，把他们全抓起来。老顾在 ICU 躺着，生死未卜，我在 ICU 门口一夜没合眼。你在干什么？我那是为了顾家的形象，外面都在传顾家，让外面知道顾家取了个什么东西进门。老顾昨晚心跳停了2次，你但凡有点心，你就该去医院守着。伯母，我是孕妇，我不能太劳累。孕妇？我当年怀陈二的时候，老爷子摔断腿住院，我怀着8个月的肚子，照样在医院端屎端尿。你呢？除了花陈二的钱，债包惹是生非，你还干过什么？你拿什么跟我比？我嫁进来的时候，顾家是豪门，我天生就该享受，凭什么要去医院伺候人？我说错了吗？你们顾家现在还不是靠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撑着？等孩子生下来，顾家才有未来，这你都不懂吗？滚！现在就给我滚！你敢打我？我肚子里怀着顾家的种。你要不是怀着陈二的孩子，就凭你刚才那些话，我现在就让保镖把你扔出去，滚回你妈那里去！别在这里碍我的眼，等你学会怎么做人再回来。老顾，我们顾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顾太太，顾先生，我马上过来。林薇薇被顾母赶出来了，不过顾母不知道孩子的真相。只是把她赶回娘家，没彻底撕破脸。热搜挂了3个，全网群嘲。顾母还在等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顾家血脉。也好，等真相揭开的那天，她会比现在痛苦10倍。下一步，顾彦辰会来找我的。你怎么知道？顾家现在四面楚歌，股价崩了，债主堵门，顾远山躺 ICU， 他连门都不敢出。林薇薇又被赶走，他彻底孤立无援。这种时候，他唯一能求的人是我。说曹操，曹操到。第5个电话了，让他等。顾总，有事？志毅，你赢了，我认输。我手里顾氏15%的股份，低价转让给你，条件是停止舆论攻势，让那些记者从我酒店门口消失。顾总，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沈志毅，你不要太过分。过分？你骗我3个亿的时候，和林薇薇搞在一起的时候，给我下药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过不过分？15%股份加3个亿债务，一次性结清，
这是底价，不还价。3个亿，你疯了？那就算了。等等。好，明天下午3点，富士集团会议室签约，带上你的律师。15%加3个亿，你这一刀宰得够狠。他居然答应了，他不得不答应。顾远山躺 ICU， 股价崩了，债主主人林薇薇被他妈赶走，这是他最后的筹码，不卖给我，就只能等破产清算。你信他会老老实实签字？不信，所以明天签约，全程录音录像。协议里多加一条，若顾彦辰或其关联方在签约后对本次交易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或诉讼，需支付转让总金额3倍的违约金。9个亿的违约金，他欠我的，这只是本金，利息我慢慢收。怎么了？我的人跟了沈宏远1周，今晚拍到了东西，你现在方便过来吗？什么东西？电话里不方便说，你过来自己看。出什么事了？傅斯年拍到了东西，让我去看看。什么东西？电话里不能说。你自己看。一个叫马三，一个叫刘彪，身上都背着案子。马三10年前过失杀人，蹲了7年；刘彪涉嫌故意伤害，取保候审期间跑了。什么时候拍的？2个小时前。我的人跟了沈宏远1周，今晚拍到的。查到了，这2个人近半年专门接私活，替人要债，威胁恐吓，制造意外。还要他们做什么？这张纸我的人放大了，是你的日常行程，包括你家到公司的路线，每周几去什么地方，几点出门，几点回家。他知道开庭日期提前了，他知道自己必输无疑，所以他想在开庭前让我意外消失。我的人截获了马三和沈宏远的后续通话，沈宏远开的价是500万，要求干净利落，不留痕迹。他终于忍不住了，要不要报警？有这些照片、通话录音不够，这些照片最多证明他们见过面。沈宏远完全可以推脱说只是普通饭局。至于通话录音、偷录的证据，在法庭上效力有限。那怎么办？难道等他们动手？他想让我死，那我就死给他看。什么意思？他想让我的名字从原告栏里消失。好，我消失，让他以为计划成功了，让他带着100%的自信走进法庭，等所有证据摊开，等他以为自己还有翻盘机会的那一刻，我再出现。你要假死啊！我需要你们帮我，具体怎么操作？沈宏远的目的是让你意外消失，不是假的，是真的。那2个人会动真格。后天晚上我会走盘山公路回家，这条路有一段连续急弯，没有监控，没有路灯，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沈宏远的人一定会选在那里动手。你怎么确定？因为如果是我要制造交通事故，我也会选那里。然后呢？你总不能在车里等着他们撞。在进入弯道之前，有一段直路，路边有废弃的护林站，我提前在那里下车，你的人接应我离开。车呢？用智驾系统设定路线，让空车继续开进弯道，等他们的车撞过来，坠崖、起火、爆炸。搜救队找不到你的遗体怎么办？崖底有河，找不到遗体，他们会以为我被水冲走了，这就够了。太冒险了，时间配合必须精准到秒。如果他们提前下手，如果在直路上就追尾，如果智驾系统出故障，所以要提前埋伏。你的人在他们身后，在他们动手之前，先控制住他们。你是说不让他们撞？让他们撞，但要确保车里没人，事故是真的，才会被认定是真的。可是搜救队会查，还是放弃这个方案吧。傅氏在搜救队那边有关系吗？有，能确保搜救控制在有限范围。然后呢，你躲起来，等开庭那天再出现。对，等开庭那天，沈宏远以为最大的对手已经死了，在法庭上他必定放松警惕，说不定连律师都不认真请。到时候清河照常开庭。把所有证据一一呈上，等证据都摊开了，等他以为自己只是走个过场的时候，我从旁听席站起来，告诉他，沈宏远，你连我站在你面前都没想到，你还想翻什么案？我在瑞士有一套备用身份，私人飞机可以送你过去，至少等事故定性，沈宏远确认放松之后你再回来。就这么定了。同步保留痕迹，我会安排团队，确保每一次接触都隐匿，不能让沈宏远查到这些准备。现在就差一条，马三和刘彪的供述。车祸失败，他们被警方控制，交代出幕后指使，这才是闭环的证据链。我会安排，他们动手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落网的那一刻。答应我一件事，安全回来，
我等你。放心，我还要亲手把沈宏远送进监狱，不会让自己出事的。他怎么也在这里？副总是见证人，有问题。协议核心条款：顾彦辰先生名下顾氏集团15%股份转让给沈之意女士。第二，顾家对沈之意女士的3亿元债务由顾彦成先生以个人名下资产一次性清偿。第三，若顾彦辰先生或其关联方在签约后对本次交易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或诉讼，需向沈之意女士支付转让总金额3倍作为违约金。违约金？3倍违约金？9亿？怕你反悔，签不签随你。之意，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不是你把顾家身败名裂，而是你从来都是这副表情。结婚3年，你对我就这一个表情。吵架的时候，分房的时候，我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你他妈还是这副表情。林薇薇怀孕以后，我心里想的是这下你总要哭了吧？结果你没有，你连恨我都比别人安静。你说完了，那轮到我说。顾彦辰，你以为我不恨你，是因为不在乎？错了，我不恨你，是因为你根本不配。恨一个人是要花力气的，要记着他做过什么，要反复回想那些恶心的事，要让自己一遍一遍的。你配让我花这个力气？沈小姐，后方有车，5点钟方向，跟了3分多钟了。来吧。顾氏集团前股东沈之意女士今晚在盘山公路遭遇严重车祸，车辆坠崖，搜救正在进行。死了！那个贱人终于死了！报应，天大的报应！老顾，你听到了吗？害我们顾家的人死了，你得仇报了！陈二，接电话，你听到了没有？沈之意死了。顾太太，顾先生刚才心跳再次停止，请您尽快来医院。不可能，不可能！你爸走了，老顾走了，医生说他撑不住了，你快过来。沈先生，沈之意女士无配偶、无子女。其生母已故，其生父也就是您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他名下的沈氏20%股份、顾氏15%股份以及其他个人资产，理论上都将由您继承。需要我准备相关申请文件吗？现在就准备。明天一早，我要第一时间向法院提交继承人资格确认申请。之意啊，之意，你跟爸爸斗了这么久，到头来你的一切还是爸爸的。别怪我。你跟你妈一样太倔了，倔的人活不长的。钥匙和编号对上了，妈，你在里面放了什么？搜救队找到了车辆残骸，没有发现你的踪迹。崖底有河，他们推测你被水冲走了。警方定性为交通肇事逃逸。沈宏远什么反应？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继承人资格确认申请。今天上午的事。他倒是快，让他动，他动得越快，露出的破绽越多。马三和刘彪那边已经控制住了，他们交代了沈宏远的出价和指令，口供、转账记录、会所照片，证据链完整。等开庭那天，这是最后一击。顾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顾燕山今天下午去世了 ，ICU 被抢救过来。顾彦辰躲在酒店里，谁都不见。林薇薇被顾母赶回娘家，正满世界找顾彦辰。3年前，顾家上下都在盘算怎么用我的嫁妆填他们的空洞，只有顾远山反对，说是不光彩，也因此他在股东间失势。虽然老爷子人算不上多好，但他知道什么是底线。老爷子算是顾家唯一留过体面的人，可惜了。对了，帮我做一件事，把我保险柜里那份3年前的婚检报告复验件寄给顾彦辰，用匿名快递，备注离婚礼物沈。
你打算现在就告诉他？他在林薇薇那里当了这么久的傻子，现在林薇薇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也该知道我为什么3年没怀孕。等他从天堂掉到地狱，那份亲子鉴定的真相才会更疼。快递已安排，明天上午送到他手上。患者已告知其妻沈之意，建议夫妻共同面对。宝宝今天又踢我了，陈哥，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不可能！顾总，我觉得你最好去做个亲子鉴定。沈之意刚过来说有不育症的是你。妈，你3年前催沈之密生孩子，以为是她的问题，其实是我的问题。我手里拿着3年前的婚检报告，我不能生育。什么意思？他在顾家忍了3年乳房，替我保守了秘密，我却用出轨回报。那薇薇的孩子不是我的，从头到尾都不是顾家的。林薇薇，你贱人，用一个野种毁了我一生。查林薇薇现在在哪儿？之意，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了。沈宏远从5年前就开始转移沈家的资产，我发现了他的账目问题，也发现了他偷偷在我的补品里加镇静剂。我可能撑不了多久。这份文件是他犯罪的证据，日记里记录了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妈妈爱你。他说今天晚上会给我最后一剂药。之意，妈妈爱你，我会让他付出代价。沈总，法院通知沈氏股份追回案庭审照常进行。原告方代理律师许清河提交了补充证据清单，申请将沈之一母亲的死因列入关联证据审查范围。沈之一死了，谁提出的诉讼？许清河，他说沈之一女士已签署全权委托协议，即使本人事故，诉讼继续进行。不可能，那件事过去7年了，周建国早就出国。联系律师，马上。沈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复杂。许清河提交的证据清单包括：第一，待持股合同原件及7年未交接记录；第二，沈之一母亲主治医生的证词视频，当天值班护士的证词及排班表负面件；第四，加拿大远程证人申请。谁？周建国，他同意作为对方证人出庭作证。此外，还有您收买医生修改亲子鉴定的证明。沈先生，如果这些证据被法庭采纳，您面临的将不仅是股权纠纷，还可能是刑事责任。我建议您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不，我还没输。沈宏远先生，你涉嫌伪造医疗文书、故意杀人，请配合我们回局里调查。走吧。你爸真的被抓了！别放了！李医生也交代了，下一个就是我。顾彦辰迟早会知道。接啊，说不定回心转意了。孩子是谁的？当然是你的。我手里拿着3年前的婚检报告，先天性无精症。李院长全交代了，你爸花20万调换羊水样本。最后一遍，孩子是谁的？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了好几次夜店，我不知道是谁的。从今天起，你和我再无关系。完了，全完了！冷静，你们出事前给我转了笔钱，境外账户够我过完这辈子。只有你我知道，我们出国总能过的。好，我们快走。警察来了，从后门走。别动！放开我们！放开我！我是孕妇，你们不能抓我！林雪、林薇薇涉嫌帮助沈宏远转移犯罪资产，企图毁灭司法证据，带走。沈先生，
有一份来自瑞士的证据刚通过国际司法途径提交，提交人沈之毅，他不是。另外，警方已经控制住马三和刘彪，他们全交代了。许清河还提交了您收买李院长调换林薇薇羊水川样本的转账凭证，这条线上的人都保不住了。那个账户不是早就销户了吗？是林雪，她为了自爆留了底。警方顺藤摸瓜，已经控制了她和林薇薇。沈先生，一旦坐实伪造亲子鉴定，数罪并罚。那就查，在开庭前查清楚瑞士证据的内容。他妈死了7年，能留下什么？一封信不算铁证，录音可以伪造，我们还有机会。如果瑞士那边真是您夫人的亲笔遗书和生前录音，加上周建国证词、护士长记录，证据链就完整。我的建议是认罪，争取从宽处理。不，我还没输，只要证据链有一环能被打掉，我就还有机会。你听着，明天开庭，给我往死里打，打周建国的证人动机，打刘敏私藏记录的合法性，能拖就拖，能驳就驳。7年，我花了7年才把一切洗干净。他一个死人，凭什么翻我的盘？沈宏远在找第2批人，想趁庭审前动手。另外，林薇薇母女已被警方快捷囚禁带走。沈宏远为了自保，第一时间截断了和他们的全部关系。他们已是妻离。让他赌，我妈用了7年等这一天，我等了7年才拿到这些东西。明天我要让他跪在我妈灵前，亲口承认自己做了什么。飞机已就位，明天落地，从机场直接送你去法院。好，明天见。妈，7年了，明天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开庭。审判长，请允许我方提交第1组证据。沈宏远先生代持沈之毅女士沈氏集团20%股份的合同原件，以及7年来从未进行股权交接的记录。此外，这7年沈氏集团的分红也从未汇入沈之毅女士账户。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方认为，代持行为系家庭内部安排，不构成侵占。第2组证据，沈之毅母亲去世当晚的值班记录和用药记录，记录显示，那晚注射的高浓度镇静剂。处方人是沈宏远的私人医生周建国，而非值班医生。审判长，请允许传召第1位证人周建国。周医生，这张2017年7月14日晚由你开具给沈之毅女士母亲的处方单，上面是什么药物？是超剂量3倍的强效镇静剂，这个剂量足以让一个健康的人在睡梦中呼吸衰竭。是出于医疗需要吗？不是，是沈宏远指使我的。他说他太太情绪不稳定，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我不敢拒绝，因为他是医院最大的股东。事后，他给了我500万，让我永远离开中国。反对，证人也与我方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其证词是单方面指控，缺乏证据链支撑。你要证据链，我给你。你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被你雇的人在盘山公路上撞死了吗？沈宏远。你是不是很想念那声哑底的巨响？转移资产、伪造遗嘱、蓄意谋杀、雇凶杀人未遂，沈宏远，你犯下的每一项罪，我都帮你记着。我妈在日记里写了你给她的每杯水、每颗药、每个日期，她全记着。最后一页只有1行字，她说今天晚上会给我最后1剂药。之意，妈妈爱你，你斗不过一个死人。审判长，我方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仍有质疑，不能排除录音是在情绪失常状态下。审判长，这是富士集团安全部门拦截并破译的通话记录。审判长，我有补充证词，这是沈宏远为了控股故事，收买医生调换林薇薇羊水川瓷样本的银行转账群证，以及他亲笔签署的指令文件。这份文件是他在事发后想销毁，却被我截获的。你们2个，你们竟敢联手！休庭，合议庭将在30分钟后宣布判决。关于沈氏集团20%股份追回案以及关联的沈之毅母亲非正常死亡案，本庭现作出如下判决：第一，被告沈宏远代持沈之毅女士沈氏集团20%股份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全部股份，
及7年期间产生的所有分红，共计折合人民币32亿元。第二，被告沈宏远为侵占沈家财产，于7年前指使私人医生周进国对妻子注射超剂量镇静剂致其死亡，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三，被告沈宏远为阻碍司法，雇凶杀人未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与前罪并罚。第四，收买医生伪造亲子鉴定，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退庭。之意，你从小就这样，你妈也是。你们看我的眼神，从来都是这样，好像我不配站在这屋子里，是吗？你当年入赘沈家，我妈给了你一切，你住的房子、开的车、坐的位置都是她的，她到死都没说过一句后悔。可你回报她的是什么？我妈走了7年，你每天坐在她的位置上，花着她的钱，私生女在你眼皮底下欺负她的女儿，你有没有哪怕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沈宏远，你欠我妈的，永远都还不完。这就是你请我吃的饭，我以为会是餐厅。餐厅人太多，有些话只想说给你一个人听。什么话？15年前，你给了我半块巧克力，你说哭完就想办法把东西拿回来。那句话我记了15年。那时候我只是随口一说。不是随口，你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失去的一定要拿回来，被欺负了一定要还回去。你不需要任何人保护，但我还是想站在你旁边。傅斯年，我离过婚，手撕过前夫，送亲爹进了监狱，满城的人都说我心狠手辣。你确定要站在这种人旁边？巧了，满城的人也说我杀伐果断，不近人情。我们这种人好像只能凑一对了。巧克力，甜的。妈，沈宏远判了无期，林薇薇在服刑。您留给我的东西，我全部拿回来了。我身边有了一个人，他叫傅斯年。妈，如果您在，应该会喜欢他。傅总，沈氏和傅氏的新能源合资公司方案，董事会上全票通过。许清河说下周可以签正式协议，效率这么高。我说你到底为什么把顾氏15的股份转成合资公司的启动资金？那是我送你的。因为我想和你合伙，不是送股份，不是投资，是合伙。沈之毅，我想和你合伙，不只是公司。这枚戒指是我妈留给我的，她说给未来的儿媳妇。戴吧，这辈子就你了。